大家好，我是邱平。今天来看的是山西的阎锡山故居。阎锡山这个人大家非常熟悉啊，很多影视剧呢也演绎过阎锡山的故事。在上个世纪30、40年代，阎锡山被称之为山西的土皇帝。为什么这样说？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之后，同年阎锡山呢被推举为山西都督。从这个时候开始呢，阎锡山就统治了山西，大概时间是38年。所以呢，他就在这边老家修建了一个庞大的宅院。这个故居啊，据说修好的时候房间有1000多个，这个太大了。我们说故宫才多少个房间，是不是？现在呢，我们就去阎锡山故居里面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，以及呢看一看阎锡山居住过的地方。据说呢，这里面呢还有暗道，在阎锡山居住的地方一般都有暗道。你像克难坡，还有太原的都军府，以及他老家都有暗道。阎锡山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，曾经统治山西将近40年之久，可以说是山西的土皇帝了。在这个土地上面流传了很多关于他的趣闻轶事，最广泛流传的一句谚语是阎锡山挥石帆。挥石帆是山西的一句名言，其意思是胡折腾。这个呢也是有来源的。辛亥革命发生之后，阎锡山呢被推举为山西都督，随后呢他就对一些不好的习惯，相当于是陋习进行革新，比如说取笑女子裹脚、剪辫子、搬神像等等。然后呢，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伴随着争议与反对。当时的老百姓啊，消息闭塞，他不太理解，便认为阎锡山是在瞎折腾，于是呢有了挥石帆这个说法。在现在看来，这当然是对山西山的一种误解了。阎锡山既然是山西的土皇帝，可想而知他的府邸呢必然不同凡响。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阎锡山故居，它这个建筑周期长达14年之久，耗资达到了140万两白银，共占地约6万平方米。可能大家对140万白银没什么概念，按照当时清朝的货币换算，1两银子大概是现在的170元，那么总的算起来达到了2.38亿。我们现在看到的阎锡山故居呢，比以前小了很多，现在保存的大概是18个院落，575间房屋，占地面积呢大概是3万多平方米。除了占地大，阎锡山故居的设计呢也是极具历史价值的。它是在民国初年仿古建筑的杰作。故居的总体设计分为上下2院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这个院落里面看一看，它到底豪华到什么程度。先看看整个阎家大院的一些布局，就是现在剩下来的1院、2院、3院。这是新院，是上个世纪30年代修建的，就是阎锡山已经当上了都督修建的。而这边呢，就是老院，就是在1912年、14年那个时候修建的。你看，都督府、德一楼、老太爷府、长宫院，所以这里大概是分为2部分。这个老院呢，相当于是高一点，而这个新院呢，就是矮一点。它基本上都是根据山体结构来建造的。你看这边还有暗道，就是它的起点是在阎锡山居住的地方，阎锡山的卧室就在这一块。等一下我们看看能不能进去参观呢？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走暗道的。据说这个暗道都有10多公里长。我们称之为阎锡山故居，当地人称之为阎家大院。一般我们看到的很多建筑啊，包括现在大家弄房屋都是坐南朝北，而这座大院呢比较特殊，它是坐东朝西。大院里面的建筑有一个明显的特点，则是以东为上，每个院子的东房都高出其他方位的房屋。这是因为旁边呢有一座不大不小的文山，它既是镇上的风水与象征，又是当地村民的依靠与荣止。所谓背靠文山，面对伦河，因为这附近呢还有一条滹沱河，均衬托出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，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满足与自得。现在我们就来大院里面走一走。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东花园，这里分为1院、2院、3院。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巨大的影壁，不知道是现在修的还是以前就有的阎锡山故居。它的背面呢也有几个字，这2个字是中山先生写的。1912年，中山先生应阎锡山的邀请来到了山西，当他看到了山西的环境，山西的各种蓬勃发展，于是呢就写下这2个字。我们其实在很多地方也能够看到这2个字。
东花园是整个严家大院中最为雄伟精美的宅院，始建于1932年，建成1935年，占地30亩，由11座院落组成，房屋553间，真的是无法想象啊！这个只是严家大院的一部分。地道呢，长度2000米，其建筑规格呢是皇家建筑，为典型的清代宫殿式建筑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东花园的医院，这个医院呢是阎锡山的副官、秘书以及守卫者居住的、保卫者居住的。这里的建筑都是飞檐走扇、雕梁画栋，可谓是五脊六兽排山瓦，挑檐插飞挂铁马，地栏卧栏镂明柱，古墩岩石挂初夏，可以说是十分讲究。各个建筑上面呢都装饰着各种的木石雕刻，栏杆柱底石上雕刻着狮子、毛猴等等。前方这个就是一进院落的正房，大家看一看是不是很像宫殿？它也是2层，2楼呢是严家存放粮食的地方，下面呢就是副官以及那些守卫者居住的地方，刚好是可以保卫上面的粮食。我们在一大院能够看到角落有2个巨大的塔一样，左边这个呢是当时的一个烟囱，就是阎锡山这个大院取暖就是在这里，而右边这个呢是一个水塔，就是储存水的。继续往前走，过了这个门洞就来到2进院落了。其实它这个东花园3个院落跟我们平时看到晋商大院是差不多的。1进院落呢不是那么重要的人居住，2进院落呢就是接待宾客、举行宴会的地方，3进院落基本就是主人居住的地方。那这里也是一样，这个2院呢就比较巍峨壮观。最前方那个就是东大厅，分为上下2层，它是当年严氏家族议事和接待宾客、举行宴会的地方。1934年，阎锡山的父亲严叔堂病逝，灵堂就设置在这里，当时整整1个月的祭奠活动啊。整个这个2大院里面可以说是金人银马、雪山树海，终日呢香火缭绕，十分排场。当时的很多名人都来过这里，像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、蒋介石的代表何应钦都来过这个地方，包括蒋介石在34年11月份就来过阎锡山的家里，并且和阎锡山的父亲严叔堂坐在一起吃饭，所以可以从这方面看得出来，严府呢当年是赫赫威势啊。来阎锡山故居之前，我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就了解得到，在他们家里面有很多刻在石头上的严家家训，来到这里呀，可能印象确实会让人最深。这些家训呢，语言直白，内容精辟，道理呢深刻，涉及到我们怎么提高自己，怎么为人处事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这个墙壁上面看一看。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人生有5要，一是要有强健的身体，2是要有正当的职业，3是有精巧的技能，4是要有充分的知识，5呢是有公道爱人的热心。有此5者，可谓之完人。一般都说人无完人嘛，但是在阎锡山的观念里面，你如果做到这5样，那就是完人。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说，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个5样，这一生呢就不会差，肯定是非常成功的。他这里的家训比较多，我就挑2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吧。这里写的是做事最怕没恒心，没恒心，一日勤劳半日懒，有始无终，不能成事。做事呢又怕没方法，没方法，终日忙，忙不见功，有苦无志，不能成功，当戒之。这个都是非常简单明了了。做事呢一定要恒心，要坚持，不能当一天和尚撞半天钟，有始有终。做事呢一定要有方法，没有方法也不行。我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，阎锡山故居总共是有24幅刻的石刻家训。据说呢，这些家训都是阎锡山亲自编写的，教导他的家人、后代、族人如何做事、处事、交友、持家的。其实说的通俗一点，阎锡山对他家族的教育啊是非常严格的。那从这些家训可以看到，阎锡山当时也算是一个文化人，同时也是一个很精明的人。这些家训呢，更像是他自己为人处事的一些心得。东花园总共只有3进院落，第3进院落呢，我们等一下看，因为它这里有一个参观路线。先来看看老院，就是阎锡山的媳妇
以及他父母居住的地方。去老院呢是要过一个这样的通道，相当于是暗道。这里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做新德通，建于1932年，它的高度是 1.85 米，宽度 1.58 米，全部是本地青石建造的。在这个门上面呢刻有松、柏、梅、兰、奇石图案，顶部雕刻的是卷走石匾额，上面写的是行得通，额头上面还有一只蝙蝠，寓意呢是福到了，下面有一只蜘蛛昂首向上，寓意呢喜临门，两者结合，意思就是说福喜临门。当有人走走行得通，便可呢路路通，事事通，万事亨通之讲究，都是有含义的。这里跟走地道走暗道一样。那么过了这个通道来的第一栋建筑呢，就是整个严家大院最高的一座建筑，它是叫做德一楼，建于1914年，占地180平米，3层，共11间房屋，最顶层为阁，小巧精致，是整个严府建筑中唯一的阁楼。德一楼的出处呢是跟《道德经》有关。1929年冯玉祥来过这里，1934年蒋介石夫妇也来过这里，都登上了这个大楼。1934年11月9号，蒋介石呢来到了阎锡山家里，11月10号他就到了太谷的孔祥熙家里。这个孔祥熙故居我们已经看过了，那个豪华程度也是非同一般。现在来到德一楼的上面，这里相当于3楼，有一个大的阳台。1934年蒋介石呢和宋美龄就是站在这个地方看整个严家大院，所以说充满了历史感。大家想一想，蒋介石、宋美龄，那当然阎锡山肯定也是陪同的，我估计呢孔祥熙当时也来了。德一楼对面呢就是都督府，这个是阎锡山28岁当了都督后修建的，人家28岁已经是管理一个省了，我们28岁是干嘛的呢？他这里呢是阎氏夫妇以及父母早期的住所，由2进院落组成，是中西合并的风格。进来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四合院，同时呢这里也是2进院落，由于我们是从侧面进来的，所以先看到就是2进院落。这个2进院落呢明显看得到就是西方那种建筑风格，它是采用了罗马教堂的。这就是阎锡山父亲居住的地方。1934年11月9日，蒋介石呢来到山西，与宋美龄一起探望病中的阎老太爷。阎锡山呢就在这个地方设家宴招待蒋介石和宋美龄。这是一组蜡像，应该就是当时阎锡山父子招待蒋介石的场景。这个蜡像我们在孔祥熙故居也看到了，蒋介石的模样跟那个地方是一样的。右边那个应该是阎锡山，左边这个是阎老太爷。尽管说当时阎老太爷身体不是太好，但是蒋介石来了，他也必须招待吧，除非是起不来。蒋介石来阎家没有多久，下午就应该离开了，因为蒋介石不可能在阎锡山家里居住嘛。他这个房屋呢是中西合并的，2进院落是西式风格，那么1进院落呢就是中式风格。他这里呢1进院落就是阎锡山的原配夫人徐竹清的居住的地方。1914年阎锡山呢已经成为了当时的山西都督，他的故居呢也开始修建。当时这个房屋修建之后，阎锡山还亲自写了一副楹联挂在徐的房门口，由此可见呢阎锡山对徐竹清的感情还是比较好的。阎锡山和徐竹清成婚以来感情很好，但是呢由于徐竹清一直没有生育，加上阎锡山又是独子，所以后面呢他又娶了一个徐兰生，一共呢为阎锡山生下了5个儿子1个女儿。但是后面由于小孩的原因呢，阎锡山与徐竹清相当于是闹翻了。你看这里有一个麒麟，寓意是麒麟送子。前方呢可能是他们家的后院，到处都是院落，一环套一环。这里是车马院，就是放置马匹还有车辆的地方。因为他这个家族房屋建起来的话1000多间，每天所需的物资物品是非常多的，靠人是没法运行的，只能靠马车这些了。管家院，管家专门居住的，管家都有单独的一个院落，你想一想实力有多么强大。一般我们说大院进来都有隐蔽照壁，而在这个管家院是没有的。它这里有出入口，然后过去在另外一侧呢也有一个门。在以前建造房屋说2个门不能对着开，但是它这里呢
还是保留着，因为阎锡山可能不信，那个时候是已经清朝灭亡了嘛。因为正常来讲，门对着开呢，就是我们常说的空气流通，而在家族里面讲呢，就是藏不出财。他这里为什么会有管家呢？因为管家是过财过钱，他并不藏财，所以呢就给了管家居住。当然，这个地方是管家全家在这里居住，并不是管家一个人呢。房间非常多啊，一个管家当那个半个主嘛，所以说才有这么大的院落给他。阎锡山当时在山西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。他当上都督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剪辫子，然后呢，女子呢放逐。以前不是有3寸金莲要缠足吗？他就下令不要了。这是一个。还有呢，他在山西办了很多学校，并且呢还开办了铁路等等啊。前方呢是五姑娘的绣楼，就是在13岁之前可能就住在下面，因为在山西有这样一种说法：女子13岁上绣楼，14岁嫁人，来年再抱个胖娃娃。整个严家大院现在还有500多个房间，非常大呀。我们只能看一部分。现在去看看我们刚才说的东花园三院，就是阎锡山办公生活的地方。这里呢还有暗道。这个三院是建于1932年，占地呢1230平米，房屋呢66间。正房呢是阎锡山的会客室，里面有小院，是阎锡山的居住的地方，等于是院套院。在他居住的地方下面有地道通向呢远处的文山脚下面。1937年朱总司令呢也来过这里。我身后这里就是阎锡山居住的地方，这是他的卧室，然后旁边呢还有他的警卫室。最关键的是在我这边呢有暗道，就是地道。暗道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逃生的通道。我们在那个晋陕大峡谷啊也看到一个阎锡山修的暗道，这里也有阎锡山居室。不过现在这里面进不去啊，我本来想看看他的卧室，卧室在这里，不过呢现在看不到。你看到没有？其实在以前他们居住的地方，房间呢都不是太大，都是比较小。我刚才听导游讲，整个严家呢，它下面的地道是纵横交错，连接着每一个院子。有什么事情的话，都是通过地道、暗道逃生。特别是这个地道啊，连接着那个山脚下面，在那个出口呢，常年放了汽车，放了补给物资，还有人把守。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到那个出口立马坐汽车离开。还有呢，当时阎锡山呢，他从太原专门修了一条铁路到他家门口，就是这里的河边村。有什么事情，立马从这边坐火车离开，前往太原。因为在那个时期啊，铁路的速度远远比汽车快，铁路呢还更舒服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柏油路嘛。所以当时阎锡山呢，在他这个老家这里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。我们在这里呢也能看到暗道有关的设备，你像这些就是暗道的通风口，地道的通风口。这下面明显看得到啊，只不过呢现在这个地道我们进不去，它在整个地下四通八达，10公里可以说是地下长城了。我们当时在克难波看到了阎锡山修建的暗道，那个暗道呢通往黄河边，而这里呢通往火车站，通往山脚下面，都是紧急事情可以离开嘛，预防的作用。这个阎锡山故居我们就看完了，确实是气势恢宏，格局变幻的，真的是让人流连忘返。尽管说下面的地道暗道我们看不到，但是呢这些地道暗道啊，给这座大院增加了神秘的色彩。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